注意，10月29日，决定3I Atlas 命运时刻到了。当它到达近日点时，它会达到洛希极限，被太阳引力撕碎，还是会执行一次奥伯特机动呢？就是一种通过加速或减速来改变其轨迹的机动。如果未解体，它可能会利用太阳引力弹弓效应，改变后续飞行的目的地。最重要的是，3I Atlas 在近日点附近形成了长达数百万公里的离子尾，而 ESA 的赫拉和 NASA 的欧罗巴快船探测器未来几天刚好会穿过它的尾迹区域。虽说这不是计划好的观测，但很可能让人类第一次直接测量星际彗星的离子尾。在29日近日点前，它会因太阳加热释放气体，形成由离子和水汽组成的弯曲彗尾。恰巧赫拉探测器正往迪迪莫斯·迪莫福斯双小行星系统飞，观测窗口是10月25日到11月1日。欧罗巴快船则在奔赴木卫2，观测窗口是10月30日到11月6日。两者都会在距离彗尾中心约800万公里处穿过。虽然挨不着汇合，但能探测到弥散的电离粒子。欧罗巴快船搭载的磁强计和等离子体仪器刚好能测彗尾的离子密度、能量分布和磁场结构。这可是人类第一次直接拿到星际彗星的环境指纹。但可惜的是，因为资金问题， NASA 的网站目前无法更新，我们现在也不确定什么时候能看到新的数据。不过即便如此，仅从现有公开逻辑推测，这些数据若公布，用来对比太阳系本土彗星的行为差异，甚至能反推它老家恒星系统的演化信息。而本频道也连夜查阅了天文学家电报的最新观测数据，还结合了 NASA 关于星际天体轨道动力学的最新研究报告，整理了你最关心的问题。3I Atlas 是否有1/1000的可能是科技产物？目前网络上已经有大量关于 3I Atlas 的信息、猜测和讨论。说实话，从最开始本频道就在密切关注，也期待能证实外星文明存在的那一天。但发现其中 95% 都是无稽之谈。有些人已经在说他执行了反向推进程序，正径直飞向地球。看了差不多10几份观测数据及论文，没有任何证据支持这一点。我们从对地静止轨道上的 GOES-19 卫星获得的 CCR1 日冕仪图像显示， 3A Atlas 的身影非常暗淡。但在10月18日至24日期间，在日冕仪的边缘确实可以看到它，并且根据先前的天文测量，它的轨迹似乎完全没有偏离预期，其速度也没有明显偏离预期。它将在近日点达到68公里每秒的峰值速度。那为什么说到达近日点是关键转折点？因为如果它有1/1000的概率是技术产物或外星文明，那将是它行动的时刻。接下来我们用最科学的数据和最大胆的科幻假设来看看 3I Atlas 有没有极小的可能是技术产物或外星的东西。如果是的话，它最符合人类逻辑的做法是什么？首先，它很可能不会飞向地球，因为这里有80多亿人口。这会像免疫系统反应一样，一人一口唾沫也够它喝一壶，所以根本不合逻辑。而且我们对它的各种探测足以说明地球已经有了高度发达的文明。如果你是一个星际殖民团体，更应该选择一个不会受攻击的地方。假设他们已经掌握了关于太阳系和人类的情报，他们就知道我们目前没有能力去追击他们。还有在10月初，3I Atlas 近距离飞越了火星，这看起来是一个不错的殖民候选地。但根据 NASA、ESA 以及中国天文观测数据，它没有在火星周围释放任何东西，也没有在那里着陆，而是继续前行。当然，我们无法排除它可能收集了火星数据的猜想，但请大家注意，我们这仅仅是在按照外星技术假说的猜想。那么延续这个猜想，如果 3I Atlas 要通过奥伯特机动调整轨道，最经济的目标可能是木星，原因有2个。一是它目前的轨道，本就预计在2026年3月近距离掠过太阳系最大的行星木星，只需极轻微的轨迹调整，消耗极少燃料就能精准抵达。二是根据奥伯特机动的物理特性，在近日点太阳引力场最强处进行小幅加速或减速，能以最低燃料成本改变长距离轨道。当然，
这是按照人类航天器的轨道设计逻辑。你会问，为什么是去木星呢？因为木星拥有数十颗卫星，其中一些还相当大，比如木卫三，它是太阳系中最大的卫星。根据朱诺号探测器最新探测数据，它也是唯一拥有自身磁场的卫星。内部推测存在冰层下液态海洋，厚度可能达数百公里，可为殖民提供水源和燃料原料，通过水分解获取氢氧。还有木卫四，距离木星较远，根据伽利利欧探测器辐射测量数据，它表面辐射剂量低于木卫三、木卫二，同样推测存在地下海洋，且地质活动更稳定，适合建立长期基地。同样还有木卫二冰层下海洋可能存在热液喷口。这3颗卫星彼此非常接近，都围绕木星运行。根据 NASA 和 ESA 的多年观测数据来看，它们都在数公里厚的冰层下拥有液态水，海洋可以用来制造燃料。而且这些卫星重力低，如木卫三表面重力仅 1.4 米每平方秒，约为地球的1/7，引力小，意味着从其表面发射航天器的燃料成本极低。假设它想常驻在太阳系，对需要在太阳系内扩张的殖民力量来说，这是关键的后勤优势。此外，木星周边的特洛伊小行星群与木星呈60度轨道共振的小行星，可提供丰富的矿物资源，且因轨道稳定，便于开采后运输回卫星基地。这就很符合资源可持续利用的逻辑推演。因此，如果 3I Atlas 是外星技术产物，它将非常容易地执行一个微小的奥伯特机动，然后到达木星，特别是木卫三、木卫四和木卫二。如果是外星产物， 3I Atlas 可能来自哪里？宇宙这么大，我们很难知道。但基于轨道逆向推演和恒星距离的假设性分析，倒是有几个候选方向，其中之一就是巴纳德星，距离我们 5.96 光年，比三体人老家的比邻星要近，是距离我们第2近的恒星系统。巴纳德星是一颗红矮星，但目前正以非常高的速度向我们的太阳系移动。巴纳德星与 3I Atlas 之间的距离真的很近，而且以每秒58至60公里的速度来计算，理论上约需3万年。这个时间尺度对能进行星际航行的文明而言，在逻辑上可接受。另一种猜测是，这个东西本来速度快得多，或许在我们用望远镜发现它们之前，它已经减速了。我们不是说 3I Atlas 一定来自巴纳德星，这仅仅是一个候选者，因为它是一颗已经朝我们系统飞来的红矮星，并且它周围有行星。根据2021年 ESO HAPS 光谱仪观测，巴纳德星周围有4颗已知的行星。红矮星本身寿命长，恒星活动稳定的话，是有可能具备孕育长期文明的恒星环境，但目前没有任何观测数据能证明两者存在因果关系。这只是基于距离最近条件匹配的概率性猜想，并不是科学结论。在这种情况下，假设那里真有文明，并且有先进的技术，外面有一些流浪行星，他们可以利用这些行星做一些引力弹弓。这就是他们如何从这里上升到现在，沿着黄道平面的方式。这会花费更长的时间，但他们也可能是在相对较近的时间才做了那个变轨，然后他们俯冲到黄道平面上，以便飞越火星、太阳还有木星。现在我们把脑洞拉满，如果 3I Atlas 源于外星或技术文明，那么在接下来的2-3天内可能会发生这样的事情。一旦它在11月中下旬从太阳的耀眼光芒中出现，科学家将确认它就在预定的位置上，但在得到确认观测之前，不能下定论。其实如今这么多的猜测，无非是出于大家对外星文明的好奇，想要知道我们在宇宙中是否孤独。但回归科学本身，根据国际天文学联合会小行星中心轨道计算报告， 3I Atlas 是自然天体的概率超过 99.999%。 无论是它的轨迹、速度、亮度变化，均符合星际彗星的典型特征。那么如果继续我们的科幻设定，如果你是 3I Atlas 的驾驶员，需要什么样的奥伯特机动才能到达木星呢？它的轨迹正好穿过木星的轨道，并且与黄道面非常接近，所以它特别是在火星轨道附近穿过黄道面，那里必须进行某种变轨，这样它才不会从木星下面飞过。
但是如果你执行了奥伯特机动，让我们把时间快进，看看你需要做什么。你的 3i Atlas 将在3月17日左右从木星后面到达这里。它最接近木星的时间，我记得是3月17日，就在这个时间窗口内。所以你需要在那次近日点附近进行一点点加速，以便有效地像这样移动朝向木星。现在如果你执行反向推进，这是很多人在网上谈论的，但没有任何依据表明 3i Atlas 这样做了，这类传言并没有任何证据支撑。当你需要降低速度时，这样你就不会只是轻微地利用引力弹弓，而是突然像这样改变方向。然后如果你把时间快进，我们看到你必须真的进行反向推进才能到达地球或水星。但水星被太阳炙烤，非常热又非常冷，在水星上几乎没有什么地方可以让你可行的建立基地，没有水，没有大气层，所以这没有意义。但如果你在近日点附近只进行轻微的加速，你可以进一步减小这个偏转角度，然后我们再次快进到3月份左右，你就会正好到达木星，最后去木卫2、木卫3和木卫4，从而进行殖民计划。按照科幻技术来说，整个木星系统将提供丰富的资源，然后快乐地在那里生活。只不过科幻故事只能到这儿了，因为现实的情况是，结合当前所有科学数据与轨道推算， 3i Atlas 将在2026年之后永远地离开太阳系，届时我们再想要研究系外天体，只能等 4i Atlas、5i Atlas 了。但或许在未来的某一天，人类也会向更远的星系投放探测器，但那就是另一个故事了。那么你更希望 3i Atlas 是什么呢？欢迎评论区聊聊。